参加过迎新宿营吗？这个活动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嗨，嗨，志奇，我们溜到志奇的幕后啦！没问题。嗨，我是六子渊，睽违2年，溜到幕后终于来到第2集了。那我们今天也要来揭开神级频道组的幕后制作过程，而且要找大咖的，你们猜谁？影片标题不是就有写？哦，对哦，来看一下。有一个频道讨论时事、讨论社会议题，影片品质高就算了，还一天发到3支影片。我1周再努力也只能拍到1支而已。那影片多，观众多，赚的钱就多啊。没错，我们现在就站在时事剧情志祺七七这个精英团队的工作室门口。大家要感恩一下，愿意跟我们拍这个6到幕后的 YouTuber 都是佛心来的，因为他们等于是把他们自己的商业机密都公诸于世。没错，我们今天来跟高手学习一下，看他们平常都是如何克服创作上的各种困境。好，那我们有礼貌的按个门铃。嗨，大家好，我是齐。那方便让我们参观一下你工作室吗？不要。好，那我们走了。好，请进。耶！我怎么把这东西按掉？这不是你的工作室吗？哇，好大！之前就来过，但还是觉得好大。大家可能认识我们做 YouTube 嘛，但我们其实背后是设计公司，除了 YouTube 以外，有做像教育，然后做社群、做互动网站啊、资讯设计相关的事情。一开始我们的第一个品牌是臀不服，那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懒人包这件事情，我们都有在推广。那你现在有设计公司又有 YouTube， 你的重心是如何分配？大部分的时间我比较少执行，我通常在公司里面的位置就是负责出去找情报，或者是认识别人，然后万一我们遇到什么麻烦的时候，可以请别人来帮我们弄。真正在处理 YouTube 的时间，可能1周里面大概2天左右。因为我看你频道1天要发3支影片，一长2短，是不是？我就是靠大家，张的日期是一个读稿机，都是靠大家在做事情。刚好是把它同整起来，我们是每天早上10点到11点，基本上就是录影，1支或2支的正片，然后加3到5支的 shorts 这样子。那我们已经这样是跟3年多了。我们一样一间一间带大家参观一下。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 YouTube， 我们基本上就是每个部门都是自己有一间。这边是剪辑的伙伴，现在在剪辑，他被我抓去做了这个韩国瑜的开箱。我们开了一本韩先生来敲门的新书。我觉得我们剪辑比较特别，是我们是全逐字稿，基本上我要讲什么，连状声词啊，或者是衔接词，我们全部都一次把它写完。然后写完之后，我们是用这个 Excel 在做，它可以增加它的效率。你看我们这边的口白，然后口白完这边荧幕画面跟字卡的东西，它其实也同步都已经对完，甚至是我们在这下面都是，我们有大纲 V1 写作指引，这件事情在你要大量的量产影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算蛮关键。平常的影片啊，就是1天要3更，又有厂商可以置入你们的版位。那我就很好奇，就是像我们一般跟厂商来回，有时候要对1个月啊，或者是2个月，然后有的时候厂商又突然要改稿，又会 delay 到我们的上片行程，这样子频率这么的固定，途中遇到任何差错怎么办？第一个事情是你要先减短厂商跟你来回沟通的时间，所以你就要知道说厂商会在哪些地方遇到困难，然后你要如何帮他。假设我们今天是拍一些比较创意的东西，今天这个厂商他一定就会说，我不太懂你的创意，会有很多主观的想法。对。可是今天你可以看到，我们就是1分钟广告，所以我这个1分钟里面它就是270字，你就是好好的讲270字。那你要我讲什么，只要它不是假的，它不是诈骗，我基本上我就会帮你把它讲好。刚刚前面那个 Excel 的那个表格，我们也有给厂商的版本，它就是说你要提供我哪些资讯，厂商先填完，然后我们就会顺着这个东西再往下去写，那这个流程就会变得很快。然后第二个事情是，你就随时都要有库存。我们现在可能随时大概都会有5到10支，甚至是可能最多的时候到个14支之类的。今天厂商真的有意外，我也有影片，我就直接放上去。简单访问一下，你剪这个会很痛苦？还好，就是比较无聊。讲出那些话，我觉得很合理啊。每天都在看我，那剪这个会比较有趣吗？会比较有趣。如果是更帅的金城武，你是不是就更愿意剪？我跟金城武不熟啊。那我们看一下企划。我刚企划大家都远端工作，这边只有我们的李佑来代表。哇，对。理由是我们这个部门的头，他会负责协调这个部门里面的一些事情，然后跟其他部门之间的一些互动关系。我很好奇，志奇你什么都能讲啊，你横跨国际两性，现在网络红什么，你就会跟着讲什么，知识好庞大。你之前是做什么？没有我其实就是都是靠大家，我们团队的企划，大家有非常多人，然后大家来自不同的领域，然后有很多外包的合作这样子。OK， 所以是整个团队都很厉害。基本上是团队厉害，我就是只是在负责跟大家聊天，自己在谦虚啊。没有，认真。集结团队的大力量，就是我们每周一固定有个例会，选题会议上就是企划们跟总编，大家会一起丢，就是例如说这几天观察到的题材，判断说，这一周有没有哪个比较热的时事是我们觉得赶快来做，会比较能够跟上话题。我们其实在用那个 Slack 的协作软体，然后我们里面有开一个是主题发想的频道，大家平常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些有趣的新闻或是一些 idea， 大家都会丢上来。你们的选题啊，怎么样去筛掉说，这个可能拍出来不会有人想看啊，是你们觉得有意义的就会想要拍出来。一部分是我们当然会看社群上面的讨论热度，就例如说
说这个事件爆发有多少人在讨论它，推文有多少。那另外当然还会再观察是不是，例如说这个事件各大平台大家都在讨论，有些原则啦，就还是有多元、真实跟发生的原则。我们会希望这个议题它是多元的。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不同面向的讨论的话，我们通常不会开始。就是我们要能够确认它是真实的，因为很多东西是八卦，就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问到当事人，没有足够多的有信任度的媒体去报道它的话，那我们就会觉得那这件事情比较难去讨论。很重大的新闻一出来，会花多久的时间确保？其实通常很久比大家想象中的久。就是你看到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慢新闻，就我们其实比较慢。举个例子，就是说延上的事件，好了，之前那个龙龙跟老 K， 我们也是等了大概3-4天才开始弄，就要确保两边都有回了，至少先确保每一方他们已经有一些来回了，我们才会把它往下写。那我好奇，像你们做时事要追时事，有没有遇过真的半夜突然爆发一个重要的什么议题？你们老板跟你说，现在赶快出企划。如果半夜真的发生，只会先丢上来，然后可能就会逼大家写。担心我没有逼过，但是我应该是没有逼过。那你们真的每一个议题都有办法驾驭还是你们有没有什么你们真的太硬核了，碰不了的东西？很多很专业的其实都很难碰，就你一定需要外面专家，就是你会有各个名单，那他们就可以写得比较好。那这边还有看到一位这个总编，哎呀，土龙被那总编是怎么分工的？我主要负责内容，选题会议其实我角色还蛮吃重，讨论内容大概要抓什么。选题就是我处理内容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要审稿，这个走向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或者说这个大概预判一下这个写出来之后观众的反应会如何，我会做最后的定稿。他的稿跟你平常的说话口吻，你觉得差异太多，然后念得比较不顺的状况？一开始有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快就解决了，大概2个月内就知道我会讲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在一起，不是在一起，但是团队也是成型好几年。表达的逻辑是什么，或者说他声音会怎么呈现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想象。那厂商的这个过稿、审稿，还有一些厂商植入的讯息，也是你们的企划来写吗？对，都是企划跟客户经理。客户经理会先跟厂商对很多事情，那对很多事情他们都已经知道了之后，就由我们企划来把它撰写完成。因为我们频道一开始想要做的很有趣，但后来发现我们再怎么有趣都不够有趣，就自然就好。我早期因为看你们频道，发现你好像有想要弄一个梗是你的脚趾，是吗？这个我真的不小心发生的，是吗？这个是很莫名其妙发生的。我想说是不是你们刻意就是想要有趣？那个其实蛮尴尬的，我觉得，我都帮自己觉得尴尬。现实中他会拍我们平常生活的一个样子，那可能那时候录影的时候会偷拍自己的一些花絮然后有观众又注意到脚趾很抢戏这样子，然后后来这个梗就被带在我们影片当中。从第一支影片搭公车那个就是在看，现在知道这个梗真是蛮老粉的。那我们再出发前往下一站，感谢你，感谢你。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刚上大学的时候有参加过迎新宿营吗？这个活动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嗨，志奇，我们溜到志奇的幕后啦。没问题。那基本上，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空间就是我们录影的环境啊。对，所以我们都把它直接 setting 好，因为我们是很大量的一直录影，所以我们就直接留一个空间，把声音啊、光都直接调好了之后，像刚刚的东西就全部上好提词，提词它就可以自己放。对，你想要影片进步的话，声音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用提词，其实会让整个东西变得比较顺。平常你拍摄的时候，在小帮手都会在。对，都会在。你提词很容易会念错字，然后就会有小帮手就在念错了，然后重来。平常志奇会 NG 很多次吗？还是还好？感冒的时候会比较多次。感冒会超多次，因为感冒你会有鼻涕，一定要穿外套。对，有的时候会忘记补录的时候，我就是套一模一样的东西，我就上场。哇，我这边有看到这个界面，多这个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是你比较容易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录，我觉得就是比较大。然后第二个是它比较泛用嘛，我们之后要录 podcast 什么东西，也可以直接用这个东西就搞定。它声音会过它其实内部本身就会处理一次。例如说你要消杂音啊、中高低频的一些调整，它内部就可以直接把它搞好。你觉得这隔音效果怎么样？这种东西它专门收的是收高频，大面的板，这个是收低频的。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请真的专业的收音的团队来帮我们用机器测，说那你现在还需要补多少个这个？第一代的景也是在这里，都在这里，大概1-2年我们就更新一次。那你所有的景当中，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你最喜欢哪一代？最喜欢好像是现在，这个比较干净一点点。那我们在下一站，好啊。那其实也跟大家讲，我跟志奇其实很早就约好一起拍了，只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一直延。那就也很好奇，在疫情的期间，你们是一个团队在做事情的，你们是怎么办法远距离这样顺利利的继续？我觉得这部分当然花了一些时间调整啦，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流程建立的蛮完整，我们那边都已经 say 完。以疫情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说，那我就是自己录，那边是几乎一键就可以启动了。OK， 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录。那弄完了之后，我就把档案就上传到云端，大家就是在家里就云端直接下载下来，然后开始剪。
所以我们不太做4K 的原因也是这个。那只是讨论有的时候效率的确会低落一点点，但就是习惯我觉得就好了。像你们讲了那么多啊，会不会很常遇到一些质疑你们内容的正确性的一些？一定会有啊，这是一定有，我也接受这件事情。我不觉得世界上面真的存在完全的正确，科学的本质的精神就是科学可以被挑战。所以如果我今天发表一个言论，我们都要追求它完全100% 正确，那其实到最后就是大家都不讲话。我更在意的事情是我们有没有提供别人修正的管道，以及我们做了多少查证。就我们这是尽到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一个大的媒体，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信箱，这就是看护信箱，然后我们就会去查证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真的错。所以常常会看到我们的资讯栏，或者是在 CC 字幕，又或者在我们的置顶留言，我们就讲说，我们哪边地方有写错了。对，重点是你有没有做出一些行动去挽回。所以为什么我们用 CC 字幕？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CC 字幕可以修正。我们比较像是在经营一个讨论区，对自己七七的下面的留言是很踊跃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你们要处理的事情应该也蛮多的，包含说你跟阿弟最近也搞了一个协会，如此高压的工作，你们是如何平衡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部分的话，最近就是我的假日，我一定要有2天，我就是都不做工作的事情。如果我有的工作，我就会想办法，我要找一天要请假。我现在有运动，就是我很认真的1周5练在运动。那一段时间我也会完全不看工作的事情。其实这样感觉起来，有一个团队还真的是蛮好做事情的。好奇为什么你当初跳进来做 YouTube 的时候，准备了一大笔钱，说我要做 YouTube 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个团队这样一起做，为什么你不会是想要一个人先自己弄弄看，然后有一点成效之后再慢慢扩大？我一开始其实也有一个人尝试一阵子啊，就是我先大概了解说这整个流程长怎么样，就知道里面有哪些的知识范畴要角色分工，然后工作流程长怎么样，然后再去找人。但那个就是研究，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没有那么多耐心的人，所以我就知道说我需要别人来帮助，所以我就投进来了。这样，反正我们就是2年的钱。我觉得这边分2块啦，就第一个是做所有的事情，你都要压一个是你风险可以承担的这个的额度，所以这个风险是我可以承担的。所以你也是有做好2年的钱都烧完的觉悟，但就是有一个经验这样。我觉得我在这些技术上面是没有天分，那我是必须要仰赖大家的。比尔盖茨讲过一句话蛮好，他说你要先知道你的就是目标是什么，然后以及你可以做什么。如果你这2件事情都很清楚的话，你的这条路就会走比较顺。所以我觉得很清楚知道，我没天分，就是叫别人来帮我，那我就去做我有天分的事情。那你觉得如果今天也有另外一个老板，他想要跳下来做 YouTube 这件事情，你也会今天跟你用一样的方式吗？就是准备一笔钱，然后一个团队这样子？我会觉得这样比较好，坦白讲。然后我认为说他要愿意接受3年到4年这件事情才会起来。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比较难，大部分的人还是比较喜欢做很短期的，所以说我要成为某个爆红的人，或者是我2年内就要收成。但我觉得通常不太可能。我会建议这个老板想的角度是，你要怎么找到一个舒服的方式，是你真的可以做3年到4年。这个方式它需要多少团队，它需要多少的钱，那你就是要准备这么多的钱，不然它基本上大概80%以上会失败。那你当初是怎么知道说要熬过前面将近2年的时间可能没有收入？像当老板不是可能都会想说，我想要一个最小可行性啊，想要赶快可以看到它可以获利，然后我再去复制。我就看每个人到获利的时间。那时候我跟阿弟很好嘛，那时候就认识他，然后就问他说，那你做了多久？他就说做了可能3、4年，大概到哪样的程度？我就好，那我没什么天分，我应该，所以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这边有一个关键，大家会去在想到一个领域的时候，你就去找最顶尖的人，但你不该看最顶尖，你要假设你没天分，你要去看的是班上那种第7名到第10名的那种表现的普普通通，但是这才是你最有机会达到的样子。所以我们去看些那时候不是最顶尖的创作者，他们怎么活，他们花了多久的时间，我就认为我大概只能做到这个样子。所以你是看着他，然后觉得自己好像也做得到这样。没有，我真正的改变是我看到广告预算的重新分配。我们过去会做一些大型政府的标案或者是品牌的一些专案，大家可能会记得一个例子是那个柯文哲的世大运，对，然后找了很多 YouTuber 一起弄嘛，对，所以我跟几个朋友大家一起做的。我还记得当天就是我知道了阿弟跟浩浩的报价，我就说太便宜了，在那个时候真的太便宜了，你一定要做。所以我们做了这些事情，它促成了一个典范的转移，是让其他的这些品牌跟其他的政府呢，他们都开始想要找这个意见领袖一起合作。所以我就看到了这个预算重新分配。为什么是太便宜了想要进来做，而不是说价位高然后你也想要进来？就是它很划算啊，所以所有的这个上游一定会想要去过来啊。那你当你这边过来竞争多的时候，钱自然就会往上升。投 Facebook 对，或者投电视广告，可能要几百万。对，或者是你去上杂志，你换到的效果是好太多的。预算一定会被重新分配，只要是重新分配的时候，钱就是一个 flow， 所以你就要去在这个时候想办法去做一点事情。但好险，长远看下来，这其实算一个很成功的一个频道，对啊，很稳定。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比较少人愿意去想的，就是你要怎么样让它很稳定。那时候我们定的目标就是说，我就是3年到4年，我们慢慢走到100万。我们应该有机会在4年的时候到100万。我还记得我10万订阅的时候，我跟你是差不多10起10万哦，是哦。那就我已经看不到你车尾灯，然后后面再并入上去，现在已经快要到100万大关了。对，快要到100万。赶快我的频道粉丝也帮忙再按一下。接下来就是
想请教频道会员的部分。好，没问题。因为这个是我们除了广告收益之外，还可以额外得到的一个收益嘛。对，我们其实都觉得这部分好难经营哦。一个月要让大家愿意持续的付费支持你这件事情，你们是怎么办到的？它分2种啦，一种就是你很有魅力，大家很想参与你这个社群的，像是你这在干嘛啊？我相信呱吉或者黄氏兄弟他们的大家都比较偏重，或老高，所以他们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内容，是跟他们之间的连接的关系，那大家就会愿意做这个延伸的阅读。以我们来说，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要让这个东西变成我的一个支持的选择，但是它不是我主要经营的方法。我们在做的是社会议题的倡议，那社会议题的沟通跟倡议最重要就是好的内容要给所有人看到，不能够把它包起来。大家来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把更多的社会议题丢出去，因为我们那时候遇到黄标真的很惨，我们那时候是2/3以上全部都黄标。哇，对，所以是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月收入，这是很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才借着那件事情去跟大家号召。以这种对价方式来说，最关键就是你要持续的成长，让大家一直感受到说你的内容真的有越来越好，然后有越来越多的影响力，那大家就会觉得我参与其中是好的。那也很好奇，如果你要建议我们这些小型的创作者怎么样去提供什么样的内容，大家可能会比较想要去支持你。这个我觉得比较难，因为每个人真的不一样。觉得你要很清楚的理解，就是你的这个观众跟你的连接到底是什么，他到底为什么喜欢你。我就知道大家不是因为喜欢我订阅我们的频道，大家喜欢议题，所以我就要去想怎么样透过一些新的内容，让大家跟这个内容的连接更强。今天不管是内容也好，或者是提供的这些规划的那个影像也好，它都是一种工具去协助他达到他想的目标。所以你要知道他的目标跟你连接到底是什么。那刚好我们这边手上有抱的这一支是黄臭泥嘛？哦，对。那这个也蛮好奇，前面是做图文不符，然后就已经有看到这一支了。你的志奇批频道，你有让他置入，是你有想要让他成为一个 IP 角色吗？坦白认真讲，就是他是我们公司有画出来，然后我们大家觉得很可爱，那我们就说可不可以做贴图，然后就做了贴图，然后他就说那就给他一个名字，然后就取了一个名字，都是我们公司大家想要，然后我们就那就做一做啊，做一做。对，我们没有那么认真的在经营，就是没有到那么深啊，不会像台湾爸他们就是很认真的有各式各样，那我们没有花那么多力气在他身上。那我相信啊，你现在 YouTube 做到90几万订阅，你的收入我猜也蛮可观的，会不会做到最后简讯设计跟图文不符这边慢慢的开始缩小，专心在 YouTube 上面这样子？哦，这倒不会，我们反而过去的那些东西都还保持得都不错。我们就是喜欢每个篮子就一个鸡蛋，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做到这样子，我们的团队也就才大概10出头个人。这其实以一个这种获利的组织来说，其实还可以更多。我们最近的确有在继续扩张这样子，但我们都不会把它扩很大，不会想要每个部门大概都是10个或者最多到15个，不要再更多。这样子我们的转身啊，什么东西它会比较快。好，那我想问一下，你那个频道走到现在也蛮多年了，那你觉得它的走的方向有符合你的预期吗？还是说你因为因应时事的变化，让你的频道调整了，跟你原本的方向是天差地远的？我觉得好像其实差不多，就是一开始就是设定，就是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做。多了 shorts 这件事情是我比较意外，我原本是真的没有想到做 shorts， 然后变成一天要3根，但是我就是做的时候觉得这蛮好的。很多人都会说 shorts 就好像是 YouTube 要劣化，好像跟抖音一样，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就是把形式跟内容被放在一起想，它就是一种形式而已，它就是一个短影片，所以你只要想它是短影片，然后直的，那你可以在这边做什么花样，你就去做，你不一定要完全按照别人做了什么然后就去做。当然你现在上面一定都会有，因为大家现在就是搬运嘛，就是各种把它搬过来放上来，然后直接爽赚这样子。但是你也可以做自己的，所以例如说我们这样拿来报新闻，过去也没有人想过，我们觉得这样也不错啊，拿来试试看。连 shorts 那么短的影片，你们也有办法置入，也蛮好奇，因为你们 shorts 也做蛮多的，它的点阅收益跟一般影片是不是差蛮多的？一般的人好像会差蛮多，但我们的意外的还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观众很多人都喜欢用电脑看，对，所以用电脑看的时候它会有收益。当然你用 shorts 浏览器就没有，所以我觉得没有到差那么多。第二个是它对我来讲，它的收益不是关键，因为我希望的东西是它为我带来新的观众跟新的流量。它透过 shorts 浏览器的推播这件事情，为我们找到了很多新观众，同时让我们的品牌的那种比较沉闷、很硬的形象变得比较有趣一点。假设我今天做一部长片，我带来了100个订阅好了，我 shorts 做这样子，我可以带来30或50个订阅，我们是1/10甚至1/20的成本，就带来了一个接近1/3，哇，好赚，有够赚啊！那好像其实都可以做 shorts，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做，所以我常常在协会里面或者是哪边，我就讲到，甚至是我们这一次做那个年会的时候，我就请黄氏来跟大家讲说，你应该要来做 shorts。我觉得有新的形式，还会让这边比较活跃一点嘛。对。好，其实我也算是自己这个频道的算老粉丝啊，我从一开始那个搭公车的影片就有看。那我还记得你一开始影片讲说每天7点，然后7分钟，那为什么7分钟到现在越来越长了这样子？这为了拆更多的广告啊，没有，一开始当然是这样子啊，10分钟才拆，你就是照10分钟上去。但现在8分钟之后，我就会跟大家讲说，
的我们写8分钟就好像比较简单，但大家说写长其实比较简单。你那个时候进来 YouTube 的时候，你知道那个 YouTube 有一个规则是你影片要10分钟以上才能塞广告？知道啊，知道。那你当初设定7分钟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说，哎，是不是设错？我是不是应该设到10分钟？还好，但是后来的确有发现到说10分钟以上的那个广告差太多了。为了就是让这个商业模式比较顺利的运转，那你就自然就直接过去了。OK， 前面的那个口头禅，你就到某一集就突然就不讲了。但我们还是有每周7天，每天7点哦，还是有77哦。还是有。OK。那像你经营设计公司跟经营 YouTube，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很巨大的差异？做设计公司，你可能要依照客户的要求，客制化他的东西；可是做 YouTube，你可能可以说自己想说的，然后再植入他们的东西进来。还是你觉得还有没有什么值得跟大家讨论的差异可以分享？设计公司的商业模式很烂，基本上偏烂。就是你设计作为一个加值服务，假如说你帮别人加值100分，可是这个东西因为是帮对方的东西加值100分嘛，那他再分给你一定分比较少，所以他可能就是分一个50%或者70%的利润给你，那你就会过得很惨嘛。然后前面广带加后面的通路就把你中间设计夹得很死，所以当你有通路的时候，慢慢的你又有好的广带的脑袋的时候，你就会变成有点类似平台的角色，你就是客户直接对你，然后对到下。这件事情真的是他的商模本身比较好，我就觉得做个人品牌这件事情真的还是蛮值得投入，就是你会认识到比较多厉害的人。我觉得虽然我很爱读书，但是我觉得书对我的成长有帮助我基本上跟别人聊天，我长大比较多。很多人会说梯形人才嘛，梯形人才一根一根一根的，这一根一根上面的其实有点像捷克魔豆一样，上面有一个云之王国，你要到横向连接，就是你成为了这个领域的霸主，你就很容易认识其他领域的霸主。我就是设计上面没什么天分，在 YouTube 上面我们老老实实的做是比较容易走到最上面。那我人生的目标不是成为 YouTuber， 也不是成为设计师，我的人生目标就想要跟厉害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这对我来讲就很快乐。我觉得认识好多很有趣的人。OK， 那最后问一下，图文不符的未来可能会做些什么事情吗？图文不符和简讯设计，我们在做的东西叫资讯设计，我们加速资讯内化成知识的这个步骤。所以过去我们都在网络上面，我们用各种形式去让大家比较愿意吸收资讯，从懒人包啊、插画啊，然后到可能现在 YouTube 影片。那现在我们开始在思考的事情是有没有办法到线下，就是让线下的体验也变好，比较用策展啊，然后以及设计价值的方式让活动变得很好。就例如说尾牙本身也是一种策展嘛，就怎么样让大家来是开心的。那像年会，我觉得本身也是，所以我们最近可能会想一些这种东西。然后此外，我觉得是会比较多投资吧，就我们会开始投资一些其他的频道也好，或者是其他大型的活动也好，让这个生态更有趣。我们频道也缺投资啊。哎呦，真的吗？想被投吗？想被投啊。那我们的访问差不多是这样哦，我们让观众学习了这个你的频道非常多东西。那其实啊，我们这个特效频道还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就我们可以实现你一个特效心愿，就让我的这个刺青发光好了。这是萨尔达传说的三角之力，那发光。自己要知足。你如果还想看我溜到哪一个频道组的幕后，欢迎在下方留言许愿，你就还可以再邀哪一个。床边啊，床边啊，床边故事，床边我真的邀得到。那我们就来看下一集，我们找谁来？好了，那我们影片差不多结束了。喜欢的话分享，别订阅中6点 ，Huber 每周晚6点准时发布影片，拜拜。想学特效，想分享自己的作品，快到六子渊秘密教学社团，脸书搜寻六子渊特效教学，限时开放加入。